今天的题目是阴谋论患者。有一本2008年出版的书叫《怪诞行为学》，讲了人的各种非理性行为规律，当时非常流行，可以说就是那本书普及了非理性这个概念。怪诞行为学的作者是当时耶鲁大学的教授丹·埃瑞里，他现在是杜克大学的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教授。埃瑞里2023年9月出了一本新书，书名叫做《错信》，错误的错，相信的信。副标题是什么让理性的人相信非理性的事？我们从今天开始连载解读这本书。其实我很想把书名翻译成邪说，就是歪理邪说那两个字，但是那样可能过于刺激了。所谓错信 misbelief 不是一般意义上相信了一个假新闻，而是比较深度的重信一个错误信念。简单说就是各种阴谋论，比如下面这些。很多人认为新冠疫苗是各国政府联合起来控制老百姓的手段，911恐怖袭击是美国政府自导自演的事件，正如罗斯福事先知道日本会攻击珍珠港，美国总统肯尼迪、甲壳虫乐队的约翰列侬和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都是政府派人刺杀的等等等等，以及地球其实是平的。当然中国也有很多例子，但是我这里不敢多说，我怕言出而有尽。我有几个20年前非常聪明的朋友，现在却崇尚某种阴谋论，我已经不敢找他们聊天了。这哥们儿是个挺聪明的人，咋就成了歪理邪说的信徒了呢？埃瑞里这本书就是要提供解释。这本书的缘起是埃瑞里在新冠疫情之后成了阴谋论的受害者，受到了网暴。有一些人这些人已经形成了很强的势力。这些人相信新冠疫情是政府制造的恐慌事件，目的是为了演练控制社会和让人打疫苗，而打疫苗是为了减少世界人口。像疫情期间各国搞的疫苗护照，根本是为了让政府方便追踪老百姓，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这些人认为比尔盖茨和一些名人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帮凶作用，其中就包括艾瑞里。艾瑞里给政府提过如何让更多人戴口罩的建议，艾瑞里还曾经跟比尔盖茨一起站台。那么很明显，艾瑞里就是整个项目的首席意识工程师，他的作用是帮政府说服老百姓接受疫苗。而事实上，艾瑞里跟疫情唯一的关系就是从心理学角度讲过一次，与其说戴口罩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如说是为了保护他人。但是阴谋论者把他的各种讲话和视频断章取义，编造了一大堆故事。最让他伤心的是有些以前的朋友，包括他曾经热心帮助过的人，现在也出来攻击他。我们专栏上周讲过，跟 ChatGPT 进行3轮对话，就能让 20% 的阴谋论者消除那个错误认识。但埃瑞里遇到的显然是剩下的 80%， 他主动跟这帮人解释，甚至深入到他们的组织中去辩白，也没有用。埃瑞里之所以成为目标，可能跟他的外在形象有点关系。他10几岁的时候经历过一次大事故，全身 70% 的面积烧伤，所以现在左右两边脸是不对称的，只有半边脸能长胡子。我在文稿里放了他几张照片，你可以去看看。那你说他为啥不把所有胡子都刮掉，显得对称一点呢？以前他本来是这么干的，后来有一次因为某些事儿没刮胡子，有人就对他说，你不刮胡子鼓励了我，能让我正视身体的缺陷。从此艾瑞里就留胡子了，他成了半胡子教授。而在阴谋论者眼中，正是因为身体上的创伤，让艾瑞里有了报复社会的愿望。艾瑞里没有正面讨论，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专门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不应该相信那些东西。有的读者专门问我，美国登月到底是不是伪造的？当然我没亲眼看到美国人登月，但是在我看来，我们最好相信登月是真的，因为你瞒不了那么多人。登月可不是个孤立事件，它发生了不是一次而是好几次，它不但涉及到几十个宇航员，更涉及成千上万个地面支持人员，几十万个相关领域的工程师，还有数不清的大小公司和整个工业基础。登月事前有研发，事后有复盘，登月项目中创造的技术惠及美国和全世界很多个行业，你对这些人又如何交代呢？说一个谎言，必须接着再说无数个谎言遮掩。罗振宇老师在文明节目中讲过一段历史，北宋真宗皇帝为了达成封禅泰山的成就，弄了份伪造的天书，说是上天让他搞这个。大臣们当然都不信但为了国家安定，一开始也是乐见其成，等于满朝文武一起大搞封建迷信活动。结果呢，没过多久真宗就被反噬了，谎言被无限放大，被人利用，结果再也编不下去，
最后也只能沦为笑柄。所有阴谋论共同的特点是认为有一小撮人比如什么共济会、光照会大公司什么的，或者某些学者津津乐道的美国深层政府，这些人在联合起来在幕后操控世界。而如果你了解世界的复杂度，社会值不可控，就知道那帮人不用说私下的大阴谋，连公开的小项目都做不好。你读一读历史，了解美国政府是怎么运作的，就知道所谓利益集团内部有无数冲突，他们本质上就是个草台班子，就连执行个简单的计划都会出各种错误。当然这帮人做好事的能力也很差，所以世界充满了错误，各种事与愿违。我们专来以前说过一个道理叫汉龙剃刀，意思是说能用愚蠢解释就不要用恶意。这句话也可以用在社会上，社会上有很多不合理的事情，但与其说是利益集团故意让它如此，不如说是愚蠢、错误和不得已造成的。在我看来，相信阴谋论和相信神是一样的认知错误，都是相信有一只手可以控制一切，是对神秘力量的盲目崇拜，是对世界复杂度的无知，也是对自我的矮化。那你可能会说，可你还是不能100%肯定美国真的登过月啊，一切皆有可能。是的，你说的对，我的确不能100%肯定，我连月亮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都不能100%肯定。当我们选择信不信什么，不应该是为了美国，而应该是为了自己。如果你认为登月是假的，你能得到什么呢？你甚至连真正的中国人自豪感都得不到，你只能得到一个嘲笑别人的权利。而如果你相信登月是真的，你可以借鉴其中的技术，研究其中的方法，从各个侧面挖掘那段历史的细节为我所用。你更可以参与其中，寻求合作和赶超的机会。有些人相信西方科学都是从明朝永乐大典里得到的，硅谷的科技都是美国政府跟外星人换来的，这些也都是 loser think。而如果你想参与进来做点事情，你最好相信西方大学里那些科学家不是骗子，硅谷几十万工程师不是在假装工作。当他人谈论创新和进步的时候，阴谋论者只会站在旁边冷笑。你想做这样的人吗？读了艾瑞里这本书，我感觉那些狂热相信阴谋论的人都是病人，但我们还是要有理解之同情，这些人并不是坏人。当一个人激动地向你宣讲一个阴谋的时候，他心里想的不是要给你洗脑，他认为自己充满正义，他认为分享这个信息给你是他的义务，他认为自己是可能为数不多的好人。阴谋论思维和政治倾向没有必然的联系，支持民主党的自由派和支持共和党的保守派都有很多人相信各种阴谋论，所以我们不要把他们看成是另一类人，他们就是我们中间的人。另外请注意，对专家和媒体的说法保留怀疑的态度，并不等于就是阴谋论患者。怀疑其实是健康的，我们都知道专家和媒体的说法经常是错的。如果你把历年的新闻还有各路专家的说法放一块弄个核定本，你很容易发现前后矛盾，有时候甚至是个180度的大转弯。但我们还是那句话，能用愚蠢解释就不要用恶意。那些人并不是有意欺骗公众，其实当时他们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如果你什么都信，那确实是太天真了。怀疑是正常的，这不是病，而真信才是病。阴谋论患者的问题不是不信官方版本，而是相信一个反方向版本，相信一切都是某个幕后组织在故意作恶。这个食品明明有毒，为什么还能继续在市场上流通呢？可见食品检测机构故意想要如此。那如果食品检测机构在作恶，政府为什么允许这样的机构存在呢？可见这一切本来就是安排好的，是深层政府正在执行削减人口的计划。如果有人相信这样的故事，而拒绝承认这一切只不过是系统无能或者无奈的表现，那才是阴谋论症状。艾瑞里在《错信》这本书里解释阴谋论患者的主要框架，叫做错信漏斗，英文是 The Funnel of Misbelief。文稿里我给你放了一张图，画的就是这个漏斗，你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这个漏斗也可以叫邪说黑洞。这个意思是说，一个人成为阴谋论患者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逐渐陷进去的过程，进到深处就很难再出来了。艾瑞里说，这个漏斗有4个元素，有点像陷入黑洞的4个阶段，但其实这4个元素可以同时起作用。第一个元素是情感，尤其是压力。人在压力之下感觉生活失控了，就特别想抓住一种控制感，就容易寻求阴谋论的解释。第二是认知，是这个人已经在主动地建构一套叙事，给自己编故事。
这方面最重要的机制就是确认骗误，也就是他相信的信息只有一种，就是符合那个叙事的，而拒绝反方向的证据。第3个元素是人格，的确不是所有人都容易成为阴谋论患者，这里面有个体的差异。第4是社会，尤其是群体身份认同和归属感。这本书的作者艾瑞里说，如果一个人只是因为第一个情感元素，比如说是压力太大而倾向于相信阴谋论，那你多劝劝他，让他打开心结，还是容易把他挽救回来的。可是如果这个人已经陷入到第4层，也就是社会这个层面，跟其他阴谋论者形成了一个社区，甚至他在那个社区里还拥有一定的地位和声望，那你再想要说服他，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把局面分类是我们认识和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我们后面会挨个讲讲这些元素。在这里我只想感慨一句，在现代社会做个明白人看来是很不容易的。世界过于复杂，我们能接触的信息非常有限，特别是我们的稀缺大脑还很不适应这个时代。往往你出于一片好意，却陷入错误的认知而不自知。希望我们专栏解读的这些书能给你一个更有用也更酷的三观。在我看来，一切的纠结全都归结于不可控这3个字。如果你能坦然接受世间很多事就是不可控的，你或是少数从容之人。如果你非得认为一切都是操控的结果，你终究只能不是信这个神，就是信那个神。阴谋论只是症状，真正的病更深。放下书本，泪洒衣襟，长叹一声，众生皆是可怜人。